今天啊，我想讲一讲刘晓波啊。刘晓波啊，大名鼎鼎啊。2012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是过去30年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啊。08年的时候，他组织08宪章，后来被中共判刑，关到了监狱里。再后来呢，他因为肝癌死在了中共的监狱里面啊。我为什么想讲刘晓波呢？主要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前一段时期啊，我准备6·4的节目，看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王丹的、柴玲的、封从德的。偶然之间呢，我也看到了刘晓波啊，在89之后不久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末世幸存者的独白》。这本书呢是93年还是94年在台湾出版的，我过去也真没看过。看过这本回忆录之后呢，我很受触动啊。为什么会受触动呢？我等一会儿再讲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每年到6·4的时候，网上都会针对6·4重新讨论一番。今年的时候啊，苏小康在脸书发了一个帖子，他说6·4已经过去了35年啊，当年参加这场运动的很多领袖们，实际上对他们当时的一些失误是毫无反省和道歉的精神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1989年的5月27号啊，当时北京市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嘛。那么联席会议当时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要求在5月30号这一天，学生们从天安门广场里撤离。但是呢，这个会议参加完之后啊，柴玲、封从德他们回到了广场啊，就受到李路的影响之后，他们就反悔了，就不撤了。最后呢，就直接导致了6·4这个事件悲剧的发生。拟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全体通过的，包括柴玲在内。那么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决议，就是当时我自己拿着这个决议到了广场上去。然后在旋即召开的招待会上宣布了理性和高度理性的伟大特色。为了避免以非理性的方式来对抗极端非理性的政府，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庭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起来行动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10天暂告一段落。但是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大概李路表示了反对意见，然后柴玲也改变主意，重新表示反对。3章这个决议是作为这个爱国违宪各级联合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我也在，但是我们有很明确的意识到这个有这么大危害力。当时这个兴奋点集中于。他们要通过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立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个东西。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唯一的阵地，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的话，那中国就要复辟了。他这个帖子呢被人转到了推特上之后呢，我就转发了一下，也就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呢。这其中有个人叫周封锁啊，周封锁呢。他今年在35周年的时候，还去美国的国会做了一个听证会啊。他在这个网上，他就替柴玲辩解。他说柴玲啊，当年在那个天安门的纪录片里头啊，那不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采访吗？我就是越看越悲哀。大概4月27号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了。但是我现在也想说，但是我一直不愿意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知道为你奋斗，我不知道为你现实，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奈之际的时候，他用屠刀来对着他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的擦亮眼睛。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我们就是要在这流血，用我们的鲜血来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就是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里面坚持吗？我想我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所以这段采访呢，对柴玲的公众形象应该说是影响蛮大的啊。所以周封锁呢就专门替柴玲来辩解，他说柴玲在1989年6月4号那天凌晨，他是最后一批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我个人觉得周封锁对柴玲的这个辩解至少跟刘晓波以及跟其他的当事人回忆的有一些出入。所以呢，我就很想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再讲一讲刘晓波跟6·4。说回到刚才的那第一点就是我为什么看到刘晓波的回忆录之后，我非常受触动呢？因为我看了这么多6·4当事人对当年的事态的这个回忆多数情况下，历史事件中间的当事人写回忆录都会有意无意的美化自己，都会有意无意的强调自己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待历史重要事件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当事人的回忆录，要通过不同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去比对，然后共同形成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看这个刘晓波的回忆录的时候，我发现他跟其他人的回忆录都不太一样。因为他这个回忆录中间，第一没有回避自己的问题，第二他没有回避89、6·4过程中间的问题。因为其他人的回忆录都在有意无意的美化整个6·4这个事件嘛。刘晓波没有回避自己的问题是，你比如说他在广场上，他绝食，他妻子过来看他，他妻子离开之后，他的情人就来看他，他搂着他自己的情人在那个地方调情，后来被侯德健看到，侯德健还说你真不是个东西。他连这些东西都记录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应该说他自己的那个怎么说不太光彩的那一面他也没有回避，甚至他包括在整个广场参与6·4的过程中间，他受到那些名利心、虚荣心的驱使，做的很多事情，他也有内心的那样的一种这种交代吧。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回忆录确确实实非常值得关心6·4的人去读一下你就比如说他讲到当时6·4那个他看到的那些不堪的那一面你比如说他讲到6·4这些学生领袖当时他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迅速的腐化。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一个是花钱大手大脚，生活方式腐化，比如乌尔凯西。乌尔凯西是他们北师大的学生嘛。说乌尔凯西在5月13号以后跟刘晓波之间是关系非常之密切的。刘晓波自己也讲，他实际上一方面看不惯乌尔凯西，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愿意跟乌尔凯西交流合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因为乌尔凯西当时是学院领袖他跟乌尔凯西的关系密切，就证明他自己很重要。他就讲到乌尔凯西跟侯德健第一次见面，在北京的蓟门饭店。当时的侯德健呢，因为已经是港台歌星了，也比较有钱随手就给了乌尔凯西5000块钱人民币。乌尔凯西2天之内就把它花光了。怎么花光的呢？就当时他们住在蓟门饭店，因为乌尔凯西也开了房门庭若市。后来他们都觉得乌尔凯西这不太行，后来乌尔凯西就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刘艳，就换了一家酒店去开房，开了几个房间呢？开了9个房间。然后呢，2天之后他就给刘晓波打电话说没钱了，让刘晓波再给他搞一些钱来。刘晓波要分2次，一次给了他2000块钱，一次给了他5000块钱人民币，前后经刘晓波手给乌尔凯西的就至少是12000块钱人民币。大家要想一想，89年12000块钱人民币是什么概念我自己的认知按照今天的货币来讲，至少要乘以40倍，也就是说差不多相当于50万人民币但是乌尔凯西花天酒地，几天就把它花完了。他在饭店里就吃那些最好的饭，喝五粮液。喝五粮液的过程中，他还说他一个人可以喝1瓶。然后呢，他包租了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高级轿车，他一出行就是坐着出租车出行，然后买西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那生活已经跟普通的学生之间已经天壤之别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发现这些学院领袖呢，实际上也在迅速的特权化。你比如说这些学院的领袖，比如说像乌尔凯西王丹也包括柴玲封通德，都有自己的保镖那柴玲不是叫保镖，柴玲呢叫柴玲卫队。那这个柴玲一出行的时候，那卫队前后左右簇拥着，那威风八面那么
其他人见到这些人，那都像古代那个肃静一样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学生领袖也不过就是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风起云涌，走到了权力的前台，立刻就开始享用到了风光无限的权力给他们带来的那样一种滋味。我是柴玲，现在那个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的总指挥。我们要以这种全球的华人的力量来抗议戒严。1年内4天实不了，10天实不了，1年实不了，100年也实不了。就民心所向，以民心救亡，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刘晓波当时非常看得不惯，但他没有回避的是，他说，当他6月2号到天安门广场去做绝食的时候这天安门广场也给他配了100名的纠察队，把他们那4君子绝食的帐篷团团围了起来。然后6月2号晚上，他们去那个广播站去演讲的时候，那路上也是那个纠察队开道他事后在回忆录就讲，他说他此前看不惯沃尔凯西这些人前呼后拥，但此时此刻，当他自己被前呼后拥的时候，他觉得很享受。他说：“你看，这其实这种特权就是这种权力的标签其实我觉得我在整个运动中呢，我有特别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说我那个绝食宣言，消灭仇恨意识等等的这些东西，而我站在纪念碑上，看着下面万众欢腾，那种劲儿，觉得这科夫戒严有望子的时候，声音中都再也没有理性的声音。进入具体的运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在万众欢腾的情况下，知道自己的究竟这半斤八两是什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东西太难了。人面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站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这个时候讲话就他妈一言兴邦。所以你看他的这种反思的精神另外一个呢，他就讲到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浪费非常严重，遍地都是喝了一口就扔掉的饮料瓶，然后吃了一点没有吃完的餐饮的盒，还有那些面包随便咬了一口就到处乱扔。还有你比如说，当时这个学生组织之间争权夺利互相为了利益然后互相这个怎么说呢，发生大打出手都有广场上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不择手段。虽然我们作为指挥人员尽了一切的力量想把我们的行为公开，但是实际上发现依然有很多同学他没有这种正常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完了过后，他们想表达他们的意愿的时候，他们就组织起来就要来夺权。你比如说，当时天安门广场分为好几个组织有北高联，还有外高联。外高联就是外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联合会还有这个天安门的绝食团，后这个绝食团呢就改名叫了保卫天安门什么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头就是柴玲这几个组织之间呢，实际上互相之间是不买账的，然后呢，互相之间随便做决策，又互相之间随便否定的，然后大家呢，其实既没有一个既定的革命目标就是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目标，同时呢，天天围绕着钱，围绕着这个利益争权夺利那当时封从德的回忆录里头讲到那柴玲有一次从那个北师大领了2万块钱，说是买这个对讲机，别人就问他那个钱去哪去了，柴玲就说他是被一个人领了18000块钱，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不见了。你可见这财务管理之混乱就18000块钱，这个人领完之后就不见了，然后呢也就不知道后续怎么办了怎么回事了然后他就说不同的组织之间主要是在争各种各样的物资，他说这些物资哪怕自己不用，也要把它囤积起来，不能给别人。实际上在后期的学生那个运动中间，主要做的是这件事情。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头就讲他说这些学生的目标除了喊口号以外，既没有一个体现每一个
社会阶层的那个利益诉求，同时呢，就几乎全都是流于这种表面的这种所谓的口号主张。他自己不无忧虑的就说，他说这样的一个学生团体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吗？他说当时的这批学生可以说是除了不满一无所有。应该说这些话从93、94年那个时间点来看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而且这种反思我在其他人中间我是几乎都没看过。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讲一讲6·4之夜跟刘晓波刘晓波对6·4运动的参与最主要的是从5月13号开始5月13号这一天呢，严明富在中联部搞了一个这个对话会。这个对话会的目的呢，是为了5月15号戈尔巴乔夫访华，他要跟邓小平、跟赵紫阳呢搞首脑会晤所以严明富当时就跟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的代表提出来说这个是中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也就是说，咱自己家事是家事，外面的事情是外面的事情。希望5月15号这一天，学生能够把天安门广场让出来，因为当时学生已经绝食了嘛那么当时呢，学生据说是都基本都同意了。然后那个刘晓波当时在现场也劝这些学生不要介入党内的斗争然后呢，在5月14号、5月15号这一天呢，当时学生动员这个爵士团的这个学生把天安门广场北侧让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当时大多数学校的学生都配合了，就有2个学校的学生不对，一个呢是北师大的，一个是北理工的。这些绝食的学生就在现场不退让。结果呢，沃尔改西就找到刘晓波，让他去劝一下。刘晓波到现场的时候想要劝服北师大的学生撤离，他最后发现实际上劝不动。当他说他自己刘晓波的时候，希望学生能撤离的时候，学生就说你是懦夫，你是学贼，你是政府派来的。刘晓波过去呢一呼百应对学生他第一次体现到了挫败感他自己也体会到了，在这个学运过程中间，实际上你只有认同学生中间比较激进的主张，你才能获得学生的这种所谓的赞许。所以说，学生赞许的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内心自己真实的自我。然后刘晓波其实自己也意识到，你看在这样一个学生运动中，实际上这种学生的决策是没有办法贯彻的。就算是学生组织认可了当时跟严明富之间的沟通的协议其实也没办法实施。事实上那些绝食的学生他也讲到了，很多学生偷偷摸摸吃东西偷偷摸摸喝水偷偷摸摸喝麦乳精偷偷摸摸吃这个蜂王浆到处都是。但是你看到了吗？在真正需要配合的时候，这些学生就是不配合。所以他当时就感到了这样的一种悲哀到了这个5月27号的时候，就是那个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是王军涛主持的，据说背后是陈子明然后呢，召集的这些人物里头有王丹、沃尔凯西、封宗德，然后也包括这个吴晓波、甘阳这些人在这个会议过程中间就达成了4点协议。第一个协议呢，就是5月30号的时候撤离。当时沃尔凯西就提出来了，既然撤离呢，也不能搞成那种残兵败将似的，要给人感觉是那种凯旋所以呢，要在天安门广场到长安街上搞一次大游行，然后凯旋回归校园说需要2天的时间。这个大家会议上就同意了。第二呢，就是给天安门广场这个指挥部拨款15万，因为当时封宗德提出来广场每天需要5万块钱人民币，说15万人民币呢就是3天的费用紧接着呢就说说这个6月20号要开人大，说希望大家动用自己的关系，在6月20号的时候想办法把李鹏给罢免了。大概就是那么4点的这么一个主张但是这个协议通过完之后柴玲跟封宗德回到广场之后本来说当天晚上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要宣布这个决定。结果刘晓波他们到了广场之后，发现整个全变了。王丹沃尔凯西也包括就是这个柴玲和封宗德，他们全都不认账了。据事后他们回忆呢，说李路当时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李路呢就认为这件事情有阴谋，因为李路并没有参加5月27号的联席会议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想让学生撤离，实际上可能就是受政府的指使，不能让他们撤，就还是要坚持在广场。这李路大家都知道，他当时是南京的一个大学生他实际上在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里头呢是非常受柴玲的器重。有人说了嘛，柴玲听这个李路的，而这个封宗德呢听柴玲的，所以李路呢就把整个这样的一个计划给破坏了。我自己事后猜测
李路为什么反对撤离呢？因为天安门广场当时啊，北京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因为绝食了那么长时间啊，然后也包括戒严了那么长时间，大家都有一种疲惫的心态，所以天安门广场主要是外地学生，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外地学生啊，到了天安门广场啊，他在这个地方搞运动啊，而且享受到了权力的这样一个滋味啊。他们如果要是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话，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所拥有的曝光度以及权力，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但是北京高自联的和北京的这些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人就不一样了。你未来政府如果跟学生要是对话的话，你还要找北高联的学生去对话。所以实际上大家对天安门广场的去留态度和心态是不一样的。外地的这些外高联的学生更倾向于留在天安门广场坚持斗争。我猜啊，李路实际上有某种这样的心态，因为李路并不是北京的嘛，一旦要是撤离天安门广场，他回到南京，说实在的，他在天安门广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顷刻之间就不存在了。但不管怎么说，5月27号的这次联席会议的决定啊，确确实实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得到这个实施。所以刘晓波啊事后就讲啊，他说当时的这些决策啊朝令夕改啊，然后呢决策完了之后又没办法实施啊，其实他们作为旁观者看到之后是非常痛心的。因为说句心里话，民主其实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更意味着是一种程序，是一种在既定程序下决策之后的集体服从。如果你少数服从多数之后啊，然后你这个少数拒绝服从多数，那你叫什么民主啊？那其实就不是集体决策机制了嘛。所以刘晓波看到这个现象，实际上是非常痛心的。他讲5月27号之后，连续3天仍然开联席会议，但所有的这些联席会议都是不了了之，甚至连正常的会议都没办法组织。其实这就是当年啊这些学生啊那个民主素质的一种真实体现。你像这样的内容，你其实在其他人的回忆录里头确实是很难看到的啊。说时间回到6月2号啊，这个刘晓波啊跟周舵还有这个侯德健啊，还有这个叫高鑫，这4个人呢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由于5月27号那次，就是说我们决定撤退那次决定被财灵他们否定掉之后，学生在广场的情况是撤也撤不下来，是维持下去那个形象越来越差，广场的人越来越少。当时联席会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怎么样整顿广场秩序，要么咱们就好好的撤掉，要么我们坚持下来，我们应该好一点的形象，不应该就只坐在那儿，好像就是没什么事可干。那么什么办法想也没有。当时我就想，那么还不如去绝食。刘晓波跟我说，如果我们不到广场上去，我们不去参加学生，不去面对和学生同样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事后啊看刘晓波的这个回忆录里面，我自己感觉6月2号这一天，刘晓波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啊，实际上是有一些名利心在作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此前他参加所有6·4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因为6·4运动的主角是学生，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当时美国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采访乌尔凯西，那乌尔凯西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乌尔凯西就问他，他就陪着乌尔凯西去嘛，他就一路上就告诉乌尔凯西应该怎么讲。结果呢，那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那记者采访乌尔凯西的时候，乌尔凯西滔滔不绝啊，都是按照刘晓波的那个意思来讲啊。然后他后来发现乌尔凯西讲的不对的地方，他就插话，他就补充，但他最后啊发现人家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只有乌尔凯西，没有他一句话，只放了他1-2个画面。也就是说，在他过去参加6·4的这个内容里头，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呢，他认为乌尔凯西这些人德不配位，他的能力配不上的这样的一个主角。他认为他其实更有水平嘛，但是呢，他始终不是整个运动的核心。所以6月2号，当时在学生已经非常疲惫的情况下，他要去天安门广场是有这样的心理的。所以6月2号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他立刻享受到了那种英雄般的那种瞩目。他讲了一个细节，当时那个叫徐兴的作家，就写那个无主题变奏的那个作家啊，到了他们那个帐篷里，要求也参加绝食，他没让。他事后在回忆录里头回忆说，他说你看到了吗？连挨饿都要争取。他当时跟徐兴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要想绝食，你自己去组织去。
他说我为什么当时觉得徐星不能参加这个绝食呢？他是认为他们当时搞的这个绝食团不希望让其他人来分享这个绝食团的这样的一种荣誉和英雄感。所以刘晓波其实6月2号想要搞绝食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心理作祟的。但是历史的这个机缘巧合我事后也在想，如果刘晓波不是在6月2号参加了这场绝食那么6月4号这一天，天安门广场还真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流血事件。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的擦亮眼睛。就是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里面坚持吗？我想我不会。完了过后，他们想表达他们的意愿的时候，他们就组织起来就要来夺权。